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庄道和。法国有一本小说叫做《亚森罗平》，它描绘的是一个怪盗，他的手法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特别。但是法国人怎么也没办法想到，全世界人怎么也没办法想到，这种小说般的剧情竟然真的会在法国真实的上演。这个神秘的怪盗集团，他们锁定的是罗浮宫来偷窃。他们一偷完之后，法国人非常的生气，他们直接形容这根本就是一个国耻日，因为他们怎么也没办法想到，这4名嫌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罗浮宫才开馆30分钟的时间，竟然只靠着一台升降机、一台砂轮机，竟然短7分钟之内把8件珍宝通通给偷走了。这偷走之外，他还把法兰西的历史荣光给偷走了，所以法国人才会这么生气，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国耻。而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说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怪盗集团？因为罗浮宫这起窃案，你不能单一过来看，你知道吗？在这1个月内，法国的非常大的一些博物馆内，陆续发生了窃案，而这3起重大窃案，它的关联性非常近，因为它犯案手法很雷同之外，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是，你偷完东西你一定要销赃，但你偷的东西有这么容易来销赃吗？除了金块可以去融化之外，这一些赃物其实很难销赃的，这代表一件事情，这背后有一个幕后的金主，甚至多个金主，他们用点菜的方式让这些人去偷，那偷完之后呢，再把它交给他。而现在有部分媒体直接指出，这恐怕跟中国、跟美国、跟俄罗斯都有相关联，所以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法国的国耻。这也不单单在法国会卷起一个政治的风暴，现在这一起罗浮宫的窃案，它是在全世界卷起了一股政治风暴。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专栏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世彤，我们刚刚特别讲罗浮宫这个窃案，今天大家已经都傻了，对，法国人真的傻了。莫名其妙，短开园才30分钟的时间，你7分钟竟然把我们的国宝竟然这样给拿走，不仅法国人傻眼之外，全球人也傻眼。这个神秘的怪盗集团太厉害了吧？但我刚刚讲到一个最关键的事情，你不能只用一个罗浮宫的窃案过来看，因为法国1个月内就发生了类似3起的窃案，而3起窃案它的作案方式非常的雷同，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幕后金主在操控这一些人，他们都在点菜的。没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阿波罗厅，阿波罗厅呢是这个所谓罗浮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厅，这里面的展厅都展示过去法国王室相关人的这个王冠啊，还有珠宝在这里面。就没有这个戒备森严的这个地方，这里面一定有非常多这个机关嘛，我们看那种电影都知道啊，红外线啊，咱们各式各样的机关在这边，就没有大家想都没想到。在罗浮宫开园30分钟之内，居然有4个人，他们用什么升降机，然后用个角磨机，然后用这个电锯，居然之间呢就偷走了这个里面的这个镇馆之宝之一的这个欧仁妮的王冠。那因为王冠很重，他们没办法把这个王冠完全带走，他们最后呢就把上面的王冠的这个珠宝把它拆下来，然后王冠就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走了。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太扯了！居然这皇冠上面的珠宝8件珠宝完全都不见了。那你想说这怎么有可能？大家想，这不是电影情节才会出现的吗？这不是什么瞒天过海才会出现的吗？不可能的任务才会出现啊！亡命关头这种电影才会出现啊！怎么会真实的出现？好，那我们就讲，现在法国人都怒了，他想说怎么一回事？我们法国怎么出现这样的事？他们把它列为国耻日。照你知道，上一次罗浮宫呢这么严重的窃案是回归到1911年。当时的蒙娜丽莎失窃，就现在这一次，当然说哇，这个堪比那一次的这个更夸张了，100年国耻再次发生。好，那你想说，那到底是一个人说？你说是亚森罗平，亚森罗平是一个人啊，可我现在不是只有亚森罗平，现在是亚森罗平们，或者是怪盗群们，一堆人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除了这一次的罗浮宫的这个窃案之外，我们往回推，你看在最近1个月内，9月的时候，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是在巴黎哦，然后呢，居然也是有人用喷灯跟砂轮机，然后盗走70万美金的原生金块。作案手法跟这一次非常有点类似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在日本啊，在这个法国中南部叫摩日的一个都市，对，它里面有一个国立陶瓷博物馆，里面来说，居然也被盗走了约莫价值是950万欧元的中国瓷器哦。
所以看，这不是单一事件，是连续发生。对，所以现在法国人都怒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所谓的窃盗怪盗集团把它抓起来，否则的话，我搞不好有更多法国的国宝会被盗的一个状况。世聪，你我们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傻眼了。我从来没有办法想到，我们过去看电影、看小说、看影集好了，要偷爬的有没有？对，没错，有红外线啊，要小心啊。是算什么？算时间，一定是晚上去偷，对，深夜去偷，半夜去偷。他竟然在开园30分钟，在完全没设防之下，竟然靠这个升降梯就这样上去了。上去之后就很简单，把玻璃打破。把玻璃打破就开始这样切割，是我心想莫名其妙，对，这个怎么跟我们看的差太多了吧？对，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看到阿汤哥或者他们在筹划的时候，都说看了又看，然后把任何地图翻出来，然后这个画路线，然后甚至有人还要练芭蕾，还要什么闪过什么灯啊，这个不是很难的事吗？对，大家都说可能要这样子啊，就没有这一次完全不用，大家所以才傻眼。而且你知道，实际上这次是怎么一回事呢？似乎是他们已经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巴黎这个罗浮宫内部呢正在做一些部分的施工，所以施工过程里面，可能有些地方的这个可能就把这个保全啊，把什么关掉嘛，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内部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所以他们早上的时候9点30分开园30分钟没多久，就一台施工车开到这边。对，那照理说了，如果你是比较警觉，施工车开到这边就不对劲。可是问题是他们最近刚好在施工。好，那你看这升降机就升上去了。升上去的时候，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就大概约莫3、4个人来到这个地方，这边有个窗户，对不对？他们在这个窗户里面来说，就拿出了这个角磨机，还有这个切割机，就开始然后就切开的这个玻璃，然后这门就破了，就进去了。进去来说，照理说应该有很多红外线啊，没有，他们大拉拉就走到这个他们这次要偷的这个阿波罗展览厅中间的这个，刚才我就说放有这个欧仁妮皇冠的这个地方，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照样再来一次。就把那个皇冠拿出来，不是，这太离奇了。第一个，这边应该会有人吧？对。好，如果说你开园30分钟没有人，你的保全在哪里？就全部都看着他在去。所以我就说嘛，他们可能有内部人知道说，这个常常我们不是说吗？会有人在内部把这个所谓监视器关掉，这样一个状况嘛。所以他们就进去，然后进去然后就用这样子，你看这个还示意图，在那边切的时候，然后就把这个皇冠拿出来，因为这个皇冠还蛮重的。那很重的时候，因为他们也知道说，我们大概也没办法带走这个皇冠，没办法带走这个皇冠来说的话，就赶快把这个所谓皇冠的上面的价值的珠宝把它切下来。切下来之后，最后被他发现的时候，这个欧仁妮皇冠的大致上的这个遗体还是遗留在那边，但是上面的珠宝完全都不见了，都毁了。对，那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厉害是什么？法国的他们官方就认为说，他们前后只花了7分钟时间。就我看从开场讲到现在7分钟时间，他们就把这个都偷完了，就已经偷完了。然后他们就说没有什么巨大声响，然后就说这是一个事前精密，然后规划很熟悉的这个犯案。然后他现在目前为止至少有3到4名左右，他们大概切入了大概约莫2个这个玻璃柜，然后偷走了大概这个除了欧仁妮皇冠之外，再加上其他的皇冠，一共9件珠宝左右的这个状况。这种我们想要问的是当他今天7分钟之内，他可以清的这么的快速，他清的这么快速，短时间他就直接拿走，但不太对。这一条道路你也有去过，是没错。这个走廊里面，这个稀世珍宝可多的，他竟然只针对刚才皇冠过来下手。对，没错。这个阿波罗这个展览厅的话，很多人去这个所谓罗浮宫都会去，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长条形。那你看它的这个天花板啊，超级美的，非常漂亮。然后每一个展览柜都是展览法国非常重要的这个珍珠珠宝。你看平常我讲我去的时间其实不是旺季可是你看平常时就这么多人，所以他们一定是在当时没有任何人的状况之下才能够靠近啊，不然你怎么有可能？所以就开园之后，那因为他们在施工，所以搞不好他们知道当时是没有任何人的，他们就进去到这里面嘛。好，那我想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看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拍了非常多照片，这就是这一次失窃的欧仁妮皇冠在这边，就是这一个，虽然远远的，对，但是这一个，因为人太多，我们根本没办法靠近，我们只能够在比较没有人的这几个展览柜那边看。好，那你看，实际上里面每一个都是稀世珍宝。那有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一次欧仁妮珠宝并不是最贵的实际上里面还有一个最贵，就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15的这个王冠上面来说，他们有这个，你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钻石，这里面来说的话是这一颗钻石140克拉，是被称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颗钻石，140克拉，所以呢，他不偷这个，这很奇怪。对，然后另外还有什么20克拉淡粉红色的这个钻石，这个淡粉红色的钻石，这个都非常名贵，很多皇冠，然后路易15啦、拿破仑还有路易14的800多件的这样，这个所谓这个玛瑙啦、紫水晶啦、青金石啊、翡翠啦，还有水晶这个雕刻而成，所以呢，这很多的好东西啊。那问题是你没有偷这个，你反而是偷了欧仁妮皇冠，所以有人就说这一次搞不好了，这个所谓窃盗集团呢是被
点餐要这个欧仁妮皇冠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个我们刚刚讲，为什么说欧仁妮皇冠它这么难带走？你看到我们刚刚讲。你刚刚讲的那一个是一个很纯净的钻石，但你看到这个所谓的欧仁妮皇后后冠，它里面竟然镶嵌1354颗钻石，这叫什么？它很重。对，没错。好，我们现在讲这次欧仁妮皇冠就是这一次被失窃这个后冠。对，那这个后冠来说的话，它是什么？它事实上是不是为加冕打造？它是为当年的巴黎博览会而诞生的一个状况。那你看，它象征了当时法国的这个财富，所以你看它上面有大概约莫是1354颗钻石。然后事实上现在最贵的是什么？祖母绿。你看它这个祖母绿在这边，还有56颗的祖母绿宝石，一颗现在都非常贵。然后上面来说，顶部来说是这个是在法文的这个钻石的，它用钻石镶了一个球体，叫 mode 是什么呢？就是法文的世界，所以它象征的就是说，你看。皇冠上面有世界，那是法国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它里面来说的话，它是排列成这个棕榈叶的这个样式，然后它用什么金色啦，还有深红色的天龙底部啦，然后去过帝国的这个风采，好，所以它变成是阿波罗展览厅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皇冠，而且它的制作非常的复杂。你看它很多繁复，你看这个棕榈叶，然后上面很多钻石宝石，然后底部是红，这个所谓的上面的红色天龙布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好。那他到底是谁呢？事实上，欧仁妮皇后就是这一位。这位是谁呢？这位是拿破仑3世的这个王后。那拿破仑3世是谁呢？拿破仑3世就是这个拿破仑之后他的侄子建立了所谓法国第2共和，就是他。所以他的皇后是欧仁妮皇后。所以这个里面来说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意义，就是代表了法国拿破仑3世时代的法国当时的最高的艺术品就是这一件。对。所以显然这一次呢。这些所谓窃盗集团就是要偷这个欧仁妮后冠这个东西。那但是我就讲，因为刚才赵伟提到它很重，对，很重啊。我们就讲你切了一个小块这样子，然后如果你真的把它拿出去的话，很容易被追到。所以他们现在索性就把上面最值钱的珠宝全部都拆掉，然后把它丢了。对，马上把这个丢在这边，然后就离开了。所以来说，这一次这个所谓窃案来说，真的是轰动了全世界啊！不是，我这样听完之后，我觉得。不单纯，对，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你不能只把一个罗浮宫案件当成一个单一事件过来看，对，哪有那么扯的事情？光是1个月内，加上罗浮宫案件，有3个窃案，而3个窃案都跟这种博物馆是有关，而且我们刚刚讲，它连方式都很像了。对，没错，我们刚才讲嘛，是1个月有3次而已，1个月3次，最早发生是在这件事。这是什么？在罗浮宫只有几站哦，这地铁的国家自然史博物馆。那只要它的窃盗一样，它用什么？喷灯还有砂轮机一模一样，它也是切割进去的时候，他偷了什么呢？他偷了这个原生块的这个黄金。这个黄金来说的话，它价值是多少？它价值是大概这个是所谓的在加州出土的，然后是法国的这个收藏家赠送给他们的。那这一块来说，目前为止价值约莫是70万左右，大概是新台币2130万的黄金。它就是靠一个喷灯跟砂轮机。对，没错。那因为呢，这种原生，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为什么这个很珍贵，赵伟你知道吗？因为一般的黄金矿都不容易那么大块。对，你看我们台湾的9份金瓜石是要不断的塞，才出现那么一点点。所以你用这么大的一块黄金块，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而且这是人家赠送给你，所以这当然是变成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就被他就被偷了，他被偷了之后，就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博物馆的馆长说什么？他们显然选择这些特定文物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些东西来说，这个很难卖出去啊，因为你一卖出去，大家都知道是谁。因为这个东西怎么？对，你最多，那你就融，对，你就融掉，对。但是融了就没意义，因为像你刚刚讲，这东西在世上很罕有，对，没错。所以你要去卖也不太对，人家都知道你有收藏了。所以这个你一卖出去，大家绝对知道。那当然，这有黑市管道，或许有人要把它收集。所以他们法国的这一次这个自然史博物馆就说，这是有人下订单。好，那既然这个上一次的窃盗案会这样说，那后来在逆魔日呢偷这个中国的瓷器，这个显然也是，这很怪，你怎么会偷中国瓷器？你要怎么销赃？所以我就说，这一定是有人点餐嘛。好，那所以如果你顺着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说，你看之前2024年的时候偷什么？偷这个所谓偷这个一个干邑的这个节博物馆里面的东西，然后后来武装起来又从这个法国的博物馆，所以大家都偷很多国宝，所以等于是他们都是有目的的在偷，不是他。往往不是偷这个博物馆里面最值钱的，他都偷那可能具有历史意义，所以人家就说这一次可能他们下单也是下这个所谓的欧仁妮皇后货冠上面的珠宝。你看这一次就说嘛，你看这次被拆下来的珠宝，大概我们这个展示出来大概是这样子。那很多这个巴黎的这个知名的珠宝商的这个拍卖总裁就说，被窃走的珠宝名气太大，几乎无法销赃。
他就算是把它拆解或者单独出售也没有用，因为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欧仁妮皇冠嘛，所以我才说这一定是人家这个所谓的人家的这个点餐。所以甚至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粉专就说这个被找回来的几率非常低。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很多历史上面大家知名的很多的这个所谓有历史意义或历史价值的珠宝，目前为止很多都不见了。譬如什么玛丽皇后的皇冠啊，很多古罗马皇冠都不见了。那为什么？因为这其实的都是被人家点餐点走，这种具有历史意义或特殊的含义的，绝对你追不回来。直接点餐的，因为它不可能嚣张到这个所谓市面上让人看到。所以来说，看起来的话，如果欧仁妮皇后后冠上面的珠宝没办法在短时间找到的话，我看我们现在是在看它出现的几率大概就是0了。廷伟，我们刚刚这样看完，太扯了，这根本被法国人形容。尽管法国总统马克宏直接非常气，他怒了，他说我一定要查，我甚至最精良、最精英的单位，你就给我去查。但是法国人已经没有办法去忍受，因为法国人说什么？今天根本就是一个叫做国耻日，而且我们刚刚讲，今天黑市没有人会去收这样的东西，它根本就是有人点菜，甚至现在有部分的媒体，他都直接放话了，可能跟中国有关，可能跟所谓的美国有关，可能跟俄罗斯是有关，这个事情偷着东西，国耻丢脸，这已经在法国有政治风暴卷起来。如果又被点了其他国家，这不单单只是法国的事哦，这是全世界的事情了。我觉得其他国家也不会笨到这种地步啊，然后找几个阿猫阿狗，然后就是这种，就是把这个东西偷掉。最主要还是罗浮宫本身的维安这个有问题啊。但罗浮宫被偷的时候，这些馆长都讲什么？最近来讲才200多个人，这个人力不足啊，我缺工啊，缺工啊。那缺工的话，没有补就算了。然后呢，你现在的警察来讲又慢半拍啊，大家也知道说，常常到法国巴黎之都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很多人都被扒手扒过，不是吗？对。所以这个地方的治安，还有这个地方到底它的罗浮宫的维安做的怎么样，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现在来讲，当然我不认为这个会嚣张，因为为什么？刚刚有提到。这个一定有人先下订单，下单的，所以才去专门去偷那个东西出来。那偷那个东西出来，也不是去嚣张，就是有人就想要去收藏它，有人就想要爱好这一个东西啊，每天看着它，心情可能就愉悦啊。通常都是有钱人，所以基本上那这些人来讲的话，谁指使的啊？然后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国难道没有是不是监视系统吗？对不对？那台湾来讲，监视系统没有绵密来讲，随时都可以马上打下来。难道法国警方没有那个能力吗？也是不做而已，而是怎么讲？就是说从以前看到现在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怠惰的概念。对，连战争都没办法去轰他，结果人家短短靠着7分钟的时间就偷走了。而且你刚刚特别讲到缺工这件事情，马克宏今年1月他也讲非常明白，对我知道缺工啊，我们是要补啊。结果你9月份我们刚刚讲，这已经是第3起的窃案了，而且是超重大型的窃案。你马克宏现在已经这么黑了，你现在所有法国人都觉得是这个国耻日，你还不干下去啊？对啊，问题是什么？法国前总统沙克吉也被抓了，现在要入狱了。然后法国的现任总统马克宏现在看起来也不怎么样，而且马克宏常常政治判断是错的，所以现在他不是只有在内部来讲他的维安产生问题哦，它包含他的外交政策、他的执政能力来讲都备受质疑哦，所以现在。法国，你说它强国嘛？说真的，它是过往的这个历史留下来的。当然那时候拿破仑战争后面来讲的话，这些这个法国的这个领导人当然都不错，但是后来的这个法国基本上越走越下坡。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国际社会都在看。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在发生？而且是开馆太离奇了！开馆几分钟的时候，光天化日之下，他又不是晚上去偷的，他是白天去偷的，而且有这么多的观光客，这么多眼睛在看的情况下，怎么还会被偷呢？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典型的他的维安的问题。但是我比较好奇是大家认为说背后到底是谁下单？对，到底是哪个富豪下单？对，而且他如果说今天如果要出境，比如说出境就要出法国的国境。那到底是要去哪个地方？其实也是很容易去抓到人的。但问题是，法国现在的边境说不定也是管控有问题的。所以整体来讲的话，看得出来是治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前任的罗浮宫馆长，对，现任的罗浮宫馆长，全部都告诉你说人力短缺，而且也不是这个今天讲而已。这是1998年就已经讲了，那个时候我们说了第1起的蒙娜丽莎的这个窃案，就已经讲。保全没有够人。第二是什么？2021年也要求警方进行安全的稽核。第三个，就我们刚刚讲，今年1月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讲，
就没有人了。结果你还觉得哦，那就这样吧，对，就被偷了。没有人，包含巴黎市市长，包含这个法国总统，因为这是属于这国家级的这种博物馆，它就应该国家级的保护，结果完全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质疑说，那到底你的执政能力在哪里？所以简单一句话啦，就是说现在来讲。就是怠惰的概念。那今天被偷的话，大家注意到事情，你觉得以后不会再被偷吗？以后过几天说不定还有人在偷，哎，这个更夸张。如果说这个几天还有人在偷的话，我说真的，法国总统也不用干了，干脆辞职算一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一起案件除了整个法国罗浮宫治安非常差，整个保全系统失灵之外，这是一个马克宏的政治保卫战。今天你的国宝被偷了，这是一个国耻对，当然是个国耻啊。所以你今天国家的，而且是自己的东西哦。他如果说他被偷的东西是从外国掠夺过来的东西，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这都还其次哦。而且是自己的拿破仑的这一个过往的领导人。他们的王妃所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如果连这些东西自己法国都保不住的话，都会被人家偷走的话，那你法国的总统的政权还保得住吗？国政，我们刚刚特别提，现在罗浮宫这案子不单单只是法国事情，是全世界都在看。为什么叫全世界都在看？大家想说怎么会跟小说的剧情真的在真实上演之外？第二是什么？台湾的故宫，我没有办法想到，今天罗浮宫这件事情也烧到我们台湾的故宫上面。现在故宫竟然要模拟演练哦！如果今天这个罗浮宫这个案件真的搬来台湾的话，那不得了。所以今天竟然什么？我封馆，我封完馆之后什么？我现在慢慢把这些所有的维安。所以保安重新再模拟一次，因为跟罗浮宫比的话，台湾的故宫其实珍藏的宝物也不输给它，里面有69万件，你知道吗？我们已经75年零失窃的记录了。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故宫当然会紧张啊。其实也真的蛮专业，能够这么短的时间，透过这个方式把宝物给偷出去。所以故宫现在演练也很清楚，我要演练什么？我要演练说非正常管道的入侵模式，就是不是从大门啊，不是偷的，其实就像这一次的用升降梯，然后施工通道以及外墙非典型的入侵，我到底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要怎么办？接下来我开始要建立名册，建立名册是什么？所有的维修作业你要提前通报，确定说，会不会有人跟这一次一样？假扮成为维修人员进到里面，所以到底有多少维修，大概都要把它弄很清楚。再来提供人员核对清单，其实有裁员，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嘛。所以很多人员你要核对非常的清楚，到底谁对故宫很了解，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嘛，要掌握很清楚。当然要随时跟警方连线啊。不过警察来的速度，当然这个不能公开演练给大家看嘛，因为测试警察多久会来，一定是专业犯罪集团会算的，不然我怎么会算7分钟跟4分钟这种事情？因为他一定要了解。说，台湾的警察几点来？所以故宫的演练未必会告诉你说警察几点会到现场，所以当然他们今天做演练。不过我们回来讲说，为什么故宫会维持75年零失窃？当然第一个，它地点选得非常好嘛，它把所有的国宝，因为我们正常看到的国宝或展出的，其实只占2%，你知道吗？我们平常不管是在我们本院跟南院，其实占2%，69万件，其实多数都还在放在山洞里面。那这个山洞。1950年，49年当然战败嘛，就搬来这里。其实一开始在雾峰的北沟啦，当然那时候是暂时把它存在山洞里面，后来就搬到了我们今天的外商西去盖馆，当然是1965年才盖哦。我们现在只有2个门可以进去，其他都没办法了。对，它是山洞，它把它故宫的国宝其实主要就藏在山洞里面，但是你要进到山洞还不是那么容易，有4道钥匙。接下来，即便连院长进去的话，也要2个人陪同，一个人拿传统钥匙，一个拿电子磁卡，还要指纹辨识，2个以上结伴同行才可以进去。这么严格的？当然很严格啊！结伴同行不是因为里面有鬼啦，是因为互相监督嘛。你以为要干嘛转档嘛？还是结伴同行山洞有多？其实连院长进去也要有人监督他嘛。所以一次进去要3个人进去，4道锁来防护，彼此互相监控。再来开始新科技发展了嘛。但我们现在只能知道一部分的科技啦，因为很多新科技未必会告诉别人。对。那现在的新科技是什么？我们台湾当然晶片很厉害嘛，所以每个都有 RFID， 所以每个故宫的宝物下面都会有 RFID 的晶片。无线射频去扫描就可以知道每个故宫的文物入出库的状况。接下来你出去跟回来有没有完全的归到原位？再来里面会知道，这些文物的位置在哪里？再来馆员其实入馆的时候，在建档的时候，身上要带蓝牙信标的感应器。什么叫蓝牙信标感应器？就像我们手机寻找你的 iPhone 手机在哪里，其实蓝牙信标每10秒钟发出一个信号。
他这个为了做什么？其实连管员他还在监控你是不是不对的地方，你没有在规定位置作业。对，所以很清楚哦，这个防护措施。再来故宫哦，当然这些都科技，对不对？晚上还是有非人为，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故宫到晚上是有狗在上班的，而且是有晚上加24小时的巡逻嘛。警犬队都来上班了。有警犬队，而且警犬队很好玩，它还分上半夜跟下半夜。好，工作时间是8点到凌晨2点。那第一班的时候，8点到12点的前半夜是人带狗，人牵着狗去巡逻。那这个时候是人去牵狗嘛？对。可是，在下半夜的时候改成什么样？狗带人，狗牵人在巡逻。当然不是狗牵人啊，是把狗的带子给松开，让狗自己去找人去巡逻。所以这些狗都有训练过哦。故宫到底怎样？它地形怎样？它是自己跑去巡逻，然后人在后面跟。所以前半夜人牵狗，后半夜狗牵人，有狗来带着人去巡逻。所以故宫还曾经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其实我们在想啊，每次你去参观故宫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躲在柜子、躲在窗户、躲在厕所里面，等到半夜出来，然后了解那些监视器？在早期，其实故宫还真的有人躲在柜子里面。当然那时候可能监视器啊、科技还没那么发达。我们的一个画家叫楚歌，他以前是故宫的职员，几十年前曾经有一个退休的上校，你知道吗？在故宫闭馆之前，他就先躲在柜子里面，等到闭馆之后，他就偷偷跑出来开始盗宝。盗宝之后，他本来有拿锨子，我可能跟武侠小说一样，他可以爬绳子出去，想要把窗户打破逃出去，结果发现故宫的窗户是假的，窗户是假的，对，还要跑没办法跑的，打不破，所以非典型入侵嘛，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了解一件事情嘛，能够把窗户割开，其实你事先都知道窗户到底是长怎样嘛。对，故宫的窗户原来有些是假的，所以你不要躲在那边以为窗户可以打得破，未必能够真的打得破。再来严密的红外线监视，其实监控的非常严格啊，每个人进去你的速度，你跑多快，其实这个当然是典型入侵嘛，对，所以一点点连一根针掉下去都会被听到，在库房里面，只要电子闸门有东西被靠近，警报就会连到监控器，监控器马上会通知检方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